成长的旅程，从矫情到冷静，从追求到淡然。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我们都曾经历过种种情感波动，从为一点小事而矫情，到逐渐学会冷静面对；从渴望同情的泪水，到懂得在安静中坚强，再到领悟沉默的深邃意义。这一段成长的历程，不仅反映了个体的情感成熟，也描绘了人生的曲折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这趟旅程的每个阶段，探讨背后的心路历程和所蕴含的智慧。第一章：矫情与冷静。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我们常常面对矫情和冷静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状态。这两者彷佛是情感的双面之美，宛如一对孪生兄弟，紧密相连却又迥然不同，彼此在我们心灵的舞台上交相辉映。矫情宛如激烈的烈火，热情洋溢，感情激昂，它是我们情感的表露，是对生活中种种美好和挑战的回应。当我们爱得深沉，追求着梦想，或是经历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瞬间，矫情就像一阵烈风，把我们的心情吹向高峰。它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色彩，充满了动感，彷佛每一刻都值得热切的追求。然而，冷静又如一潭宁静的湖水，深邃而清澈。在面对逆境、挑战和困难时，冷静是我们心灵的庇护所，是理智和审注的代表。它让我们能够冷静地面对问题，从容应对困难，不被情感的波动所左右。冷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，它让我们在风雨飘摇的生命中保持稳定，如同大地上的一株古树，优雅而不动摇。矫情和冷静，它们并非对立的存在，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。在热情的火焰中保持冷静，能够让我们更明智地处理情感，不被一时的冲动所左右；而在冷静的思考中注入一丝矫情，则能让生活更有情趣，更有深度。正如莎士比亚所言，矫情与冷静，二者各有其时，各有其美。因此，在人生的舞台上，让矫情和冷静共舞，创造出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。当我们需要奔放的激情时，矫情就像音乐一样，让我们跟随它的旋律翩翩起舞；而在风浪涌动时，冷静则如一片宁静的湖泊，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宁静。因此，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懂得欣赏这两种情感的美好，学会适时的矫情奔放，又懂得保持冷静沉着。这样，我们的心灵将能够在矫情与冷静之间找到一种平衡，绽放出更丰盛的光彩。第二章：了解价值与不值得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面临各种抉择，不论是事业、爱情或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都需要我们判断某事物是否具有价值，值得我们去追求或投入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明确辨识哪些事物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和精力。价值与不值得，这是一种主观的判断，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、目标和需求。首先，价值的本质是一种主观的评价，反映了个人对某事物的重视。这种价值观可以受到文化、教育、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例如，在某些文化中，家庭和人际关系可能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，而在其他文化中，事业成功和个人成就可能更受重视。因此，价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过程，需要考虑个体差异和环境因素。其次，追求价值的过程往往是一种投资与取舍的过程。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，必须选择将精力投入哪些事物，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。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某件事是否值得我们的投入。例如，在职业生涯中，我们可能需要衡量一份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、能力和价值观，这样的投资是否能够为我们带来长远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然而，价值观不仅仅体现在事业上，也反映在生活的各个层面。生活中的小事，例如阅读一本书、与朋友共度时光、追求健康生活方式，这些都可能被视为具有价值的行为。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，寻找那些能为生活增添色彩和满足感的活动。然而，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不值得的事物。有时候，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些消耗时间和精力的活动中，而忽略了更有价值的事物。例如，过度沉迷于社群媒体、无止境的工作压力与负面的人群交往等，这些都是可能不值得我们投入的领域。因此，
我们需要时时保持警觉，确保自己的努力和投入是为了真正有价值的目标。总的来说，价值与不值得是一个动态的、个人化的评价过程。我们需要不断的反思自己的价值观，明确自己的目标，并在有限的生命中选择那些真正对我们而言有价值的事物。这是一项需要深思熟虑和不断调整的任务，但正是这种思考和选择的过程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深度和意义。第3章，从渴望同情到懂得安静。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中，我们常常渴望着他人的同情，希望能在别人的眼中找到理解和支持。然而，有时候正是在这种渴望中，我们渐渐学会了珍惜安静，让心灵得到真正的宁静。曾经，我是那个渴望被理解的人，总是期望身边的人能感受到我的苦涩和困惑。我常常分享自己的心情，希望透过别人的同情来缓解内心的痛苦。然而，这样的渴望往往带来的是短暂的安慰，而非真正的改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明白到，同情虽然是一种情感的表达，但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，而且有时候过度依赖他人的同情反而让我变得更加脆弱。于是，我开始寻找一种更深层的宁静，一种不再依赖外界反应的宁静。这段转变的开始是在一次沉默中，当我意识到他人的同情并不能真正理解我内心的复杂情感时，我开始选择保持安静。这并非是逃避，而是一种内心的沉淀和整理。在安静中，我学会了聆听自己的内在声音，并明白了许多过去被忽略的感受。这段时间的安静并非孤独，而是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机会。我学会了面对内心的恐惧和不安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。这种安静让我更加坚强，不再迎合外界的期待，而是更真实的活在当下。渐渐的，我发现安静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力量。在这个安静的时刻里，我找到了内在的平静与自由。我不再追逐他人的同情，因为我懂得了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坚定和平静。从渴望同情到懂得安静，是一段心灵的成长之旅。这不代表我们不再需要他人的理解和支持，而是在寻求他人同情的同时，我们更要学会与自己对话，感受内在的力量。安静并非沉默，而是一种内在力量的表现，一种在喧嚣中找到宁静的智慧。第4章，领悟沉默的深意。在这个吵杂的世界中，人们总是被各种声音包围，喧嚣的城市，社群媒体的资讯洪流，让人难以得到片刻的宁静。然而，在这些声浪之外，沉默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，是一种能够启发灵魂、激发思考的神秘力量。沉默并非单纯的寂静，而是一种主动的、有意识的选择。当我们停下来，让思绪平静，进入一种内在的宁静时，我们开始感受到沉默的深意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寻找自己内在智慧的方式，是一场与自己对话的冒险。在沉默中，我们有机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当外界的喧嚣被淡化，我们的内在世界开始呼唤我们的注意。这是一种超越言语的对话，是灵魂与心灵的交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一直被忽略的渴望、梦想或拥有的力量，这些都是沉默中的珍贵启示。沉默也是与他人连结的一种方式。在沉默中，我们不需要言语，只需共享彼此的存在。这种宁静的交流可以深化人际关系，打破语言的限制，让情感在无声中得以表达。有时，一个温柔的眼神或一个微笑，比千言万语更能表达出心中的情感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沉默也是保护心灵的一种方式。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，让思绪沉淀，是维持心灵平衡的重要途径。沉默中的人常常更容易找到自己的节奏，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本质。然而，沉默并非避世的逃避，而是一种在忙碌中保留自己内在宁静的智慧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，能够懂得沉默的深意，意味着拥有一种超越表面的洞察力，是一种灵性的境界。因此，让我们在喧嚣中保有一片宁静的心灵原地，领悟沉默的深意，让生命更加丰富而有意义。结语：成长的奇妙旅程。人生的成长旅程是如此奇妙而复杂，从最初的矫情到最终的沉默，每个阶段都是成长的一部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
我们历经风雨，收获智慧，逐渐成为内心坚定、冷静的应对一切的人。这一段旅程或许曲折，但正是这些阶段的历练，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人生的真谛。或许这正是成长的意义所在。用沉默和冷静面对生活，让内心更加深邃而宁静。